凌晨2點17分，手機突然亮起一條門禁通知，江瑤已進入 B3 封存檔案室。我坐在自己家客廳裡，腳上還穿着拖鞋。我立刻打開公司的遠端監控，冷白燈下，一個穿着深色西裝、胸前掛着我工牌的女人正沿着 B3 的檔案架往裡走。她沒有停，也沒有找，走到第3排時，她直接伸手抽出標着0617的舊檔案，和熟的像，早就知道它放在哪裡。監控還沒關，公司信箱又跳出第2條通知，我的賬號剛剛下載了整份併購估值模型，2件事只隔了幾分鐘。那份估值模型不是普通附件，就是因為裡面幾筆數字和供應商利益關係對不上，我才要求董事會延後領要數據的併購表決。現在有人偏偏用我的賬號把它整份帶走。如果明天有人把門禁監控和賬號記錄排在一起，沒人會先問我在哪裡，他們只會問我為什麼半夜進公司拿舊檔，又把機密資料下載走。我沒有打電話質問任何人，先把監控錄下來，再截存門禁通知，接着調出家中智慧門鎖和社區電梯的時間記錄，一份份另存。我又把手機上的原始通知匯出，保存時間一條都沒有改，不是因為我相信他們一定能救我，而是因為明天如果所有系統都開始互相矛盾，我至少還需要一份最早留下的版本。有人既然敢用我的名字走進 B3， 就可能有辦法讓系統裡的痕跡消失。我現在能做的是把還在我手上的東西先保住。儲存完成後，我把畫面停在那個人的背影上，他抱着0617檔案盒離開鏡頭，而我已經知道天亮之後第一個被查的人一定是我。早上8點，內部稽核把3份記錄推到我面前， B3 門禁走廊監控賬號登入3條線都指向凌晨2點17分的江瑤。我把家裡的門鎖記錄和社區電梯記錄放上桌，那個時間我沒有離開住處。稽核主管沒有立刻接話，只把資料往回推了半寸。公司記錄可以被改，你這些電子記錄也不是天然不可改，現在兩邊都只能算待驗證。門一開，梁山帶着審計通知進來，他語氣很平，併購與系統權限暫停48小時調查期間，你不能再碰專案資料。我問梁山，併購表決呢？他沒有替我留餘的照原排程準備，除非審計拿到足以終止的理由。你現在不是表決流程的一部分。我的權限不是被慢慢縮掉，而是當場消失。螢幕上原本能開啟的專案頁面重新整理後，只剩一行灰字無存取權限。48小時不是給我破案的期限，是公司願意暫時不把我定性的時間，只要我找不到能被別人驗證的破口，最後留下的就還是那3套指向我的公司記錄。離開會議室後，我沒有去找人爭辯，而是重新打開昨晚自己錄下的監控畫面，一格一格慢放。冒用者抬手刷卡時用的是右手，右手只是小破綻，不能證明他是誰，只取0617也不能證明誰，只使他可兩件事放在一起，至少讓我從系統出了錯走到有人安排了一場模仿。我習慣用左手，更重要的是他到了檔案架前根本沒搜尋，連標籤都沒多看一眼，直接取走0617。這不是一個剛好拿到我工牌的人，有人在模仿我，而且有人告訴他東西在哪裡。被停權後，我去找陳彥洲，沒有請他替我查誰做的，只問一個問題：公司裡哪些設備的時間不會被中央伺服器重新同步？他抬眼看了我2秒，把筆電轉過來，門禁和賬號看起來是2套系統，其實都吃同一個中央時間電梯控制器，不一樣，他有自己的本地時鐘。我沒有把昨夜所有猜測都倒給他，陳彥洲要的是可驗證問題，不是我的結論。我只把2套時間記錄放到他面前，讓他先找共同依賴。我們把昨晚的電梯本地記錄和門禁主機逐段對齊，第一筆看不出問題，第二筆開始偏，第3筆仍然差同樣的數字。如果門禁和賬號都跟着同一個中央時間走，那他們看起來互相印證，其實可能只是一起相信了同一個被改過的鐘。91秒不是網絡延遲，也不是偶發誤差，而是一段固定偏差。陳彥洲指着2條時間軸，這只能證明至少有一邊被調過，不能直接證明是誰做的。這是第一個真正有用的回報，他不替我洗清嫌疑，卻讓稽核桌上那句3套證據一致不再成立。
夠了，我把那91秒記下來。我現在不需要答案，我需要先證明他們放在桌上的一致證據根本沒有那麼一致。陳彥洲把2組卡號並排給我看，我原本公牌的序號一直沒有出現在 B3， 真正刷門的是另一張卡，只是身份欄借用了我的員工編號。接着我們沿 B3 的刷卡記錄查卡片序號，那串序號對不上我手上原本的公牌，而是屬於公司緊急備用卡。卡片身份欄仍然寫着我的員工編號，也就是說凌晨刷進 B3 的人沒有拿走我的公牌，公司裡有人另外做了一張江瑤。時間能被動過身份，也能被複製。下一個問題只剩一個，誰有權把這張卡做出來？緊急備用卡的制作記錄把我帶到安全管理部，我把卡片序號放到韓啟峰桌上，這張卡是誰做的？他只看了一眼就把紙蓋住，我不知道你從哪裡拿到的，備用卡都有流程，不能因為一個序號就說是我們部門。我把另一張列印頁推過去，上面是設備產生序號的時間，那就照流程說，3天前這台製卡機為什麼替3個高階主管做了備用身份？韓啟峰的表情終於變了，他不是不知道那張卡，而是不想先承認那張卡從他的設備出去。韓啟峰沉默很久，最後把椅背往後一靠，營運長辦公室說是董事會臨時演練，方總親自簽，和我沒有理由擋。誰提出演練？我問他，只答營運長辦公室流程上有簽和我照做，他刻意不多說，但已經足夠讓責任線往上延伸。這句話讓製卡權限第一次往上走了一層，我沒有繼續逼韓啟峰，而是直接去找方玉明。方玉明聽完只點了點頭，演練授權是真的，但那不等於有人拿它去洩密。江瑤，你現在把每一件異常都往我身上扣，對自己沒有幫助。方玉明沒有急着否認製卡，也沒有問我是怎麼追到序號的，他只是把問題切成兩半，有演練不等於演練卡被拿去冒名，這個說法在程序上站得住。我盯着他，那你覺得什麼才有幫助？真正讓我不舒服的是，他太準確地知道我現在最想要什麼，一件能迅速洗清自己的東西。他把桌上的文件合起來，語氣反而放輕。如果我是你，我會先去找能洗清自己的東西。走出辦公室時，我想起匿名訊息那句，別急着證明你沒去過，兩種說法不一樣，方向卻一模一樣。有人一直想把我往0617推，問題是他是在幫我還是在用我？我回到併購最初的估值資料，先不碰0617的事故報告，只看靈藥數據。這家公司3年前之後發生了什麼？曲線很清楚，0617事故以前靈藥只是普通供應商，事故之後他拿到長期資安合約，營收一路墊高，最後成了現在要被高價收購的標的。這也解釋了我為什麼一直卡着併購靈藥。今天的估值很大一部分建立在那3年漲約與事故後迅速膨脹的業績上。如果0617的來源有問題，整個價格基礎都要重算。我把3年前自己的顧問筆記翻出來，那時我還不是陳耀的人，只以外部危機顧問身份參與過幾次會議。其中一頁角落被我畫了2道線，事故發生前一天，陳耀已經替靈藥申請緊急供應商進場。我沒有把提前一天直接寫成造假供應商，可能提前待命，行政流程也可能先跑，但如果是這樣，其他系統應該能留下合理的前置原因。如果0617真是突發事件，公司不該在事情發生以前就知道隔天需要哪一家資安公司進機房。筆記下面還留着我當年的一句話：為什麼可以提前指定供應商？那次顧問工作被提前終止時，我沒有權限追問內部資料。現在回頭看，我真正放下的不是一個專案，而是一個從來沒有得到回答的時間差。我記得自己隔天就被通知顧問工作提前結束，當時對方說專案進入內部處理，我沒有資格再參加後續。我把新問題寫在紙上，如果事故真是臨時發生，為什麼進場權限比事故本身更早？接下來只查能回答這件事的記錄。3年前我把那當成一次普通的專案調整，現在再看那個被提前切斷的問題，正好躺在今天這樁併購的最底下。
我把靈藥的業績曲線和那張進場申請並排放好，現在還不能說0617是被設計的，但至少有人在事故之前就替事故之後的生意準備好了入口。如果這不是巧合，那3年前到底還留下了多少沒有被整理進正式報告的痕跡？正式事故報告太顯眼，我和陳彥洲改查3套平常不會被放在一起看的東西：機房維修工單、供應商進場表、保險申報時間。這樣做有一個好處，正式事故報告可以被整理複核重寫，但維修門禁與保險各自服務不同部門，要讓3套記錄在同一個時間點一起說謊難得多。第一份工單顯示0617報警前47分鐘已經有外部人員刷進機房，供應商進場表接上那個人員編號名字，旁邊的公司欄寫着靈藥數據。事故還沒被正式報警，理論上來救火的人已經在裡面了。47分鐘和10分鐘都不是真相，卻把原本的偶然空間壓得更小。提前到場的人太快建立的索賠草稿都在要求一個合理解釋。第3套資料更怪，保險系統裡事故發生後不到10分鐘，索賠草稿就已經建立。我把3張時間表排在一起，陳彥洲卻按住最上面的那張，先別把異常當答案。提前進場可以有其他理由，草稿也可能只是預先模板。陳彥洲這句話反而讓我安心，他沒有因為站在我這邊就把每個可疑點都替我升級成證據。我要的也不是一個會附和我的人。我知道我把手收回來，所以我要的是下一個能驗證的動作，不是現在就替他下結論。手機偏偏在這時震了一下，匿名訊息只有一句：紙本的0617原始箱還在去找他。匿名者知道我查到了哪裡，也知道下一件該找什麼。這種準確，如果不是因為他在幫我，就只可能因為他希望我的調查按照某條固定路線前進。我沒有立刻起身，前2次我以為這個人是在提醒我，這一次精確到紙本原始箱反而讓我停了下來。如果他真想幫我，為什麼每一次都那麼準確地告訴我下一步該查哪裡？我把手機推到陳彥洲面前，先不找箱子，我要先找這個人。我把2次匿名訊息和自己上周交給併購小組的風險備忘錄並排放在桌上，一句一句看。第2條訊息裡有6個字讓我停住：不要把異常當答案。那不是公司裡常用的說法，是我寫在備忘錄裡的一句話，而且完整版本只有4個人看過。前一周我寫那句話是提醒併購小組不要把單一異常直接當成結論，現在匿名者反過來用我的句子指揮我，像是在故意借我自己的思考方式推着我走。4個名字被我寫在紙上，我沒有猜誰最像壞人，只看3件事：誰從併購中得利，誰碰得到緊急制卡流程，誰知道我3年前參與過0617。其他3個人不是完全沒有嫌疑，而是至少缺一項：有人看過備忘錄卻碰不到制卡，有人有權限卻和3年前的0617沒有交集，只有方玉明，3條線都重疊。一個名字最後留在紙上，方玉明。可真正讓我改變判斷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一個更不合理的問題：如果他真的怕我查到0617，為什麼還要一次次把我往那裡推？如果目的是做一份能長期栽死我的完美證據，他們不該留下這麼多可以被交叉驗證的縫。可如果目的只是在短時間內讓我失去權限，開始自救，這些縫反而不重要。監控裡那個人模仿的不夠完美，時間記錄也留下91秒的破口，這套栽贓能讓我被停權，卻不像一套準備長期騙過所有調查的證據。我最容易被利用的地方也在這裡，碰到不合理的數字，我會一直追到能驗證為止。方玉明不必知道原始箱在哪，他只需要確定我會替他找到。答案突然變得很清楚，有人要的不是永遠把罪名扣在我身上，而是48小時。我把那張寫着他名字的紙翻過去，現在直接質問只會讓他知道我醒了。更好的辦法是讓他繼續相信我還在照他的方向走。先讓我失去權限，急着自證，再把0617丟到我眼前。只要我按照自己的習慣追到底，我就會替那個人找到他自己找不到的原始證據。我盯着方玉明的名字看了很久，前半段我確實一直沿着別人替我畫好的路走。
但既然他需要我找到東西，那這場局就還有一個弱點，我可以決定最後讓他以為我找到了什麼。我沒有把猜測拿去公開指控方玉明，而是準備3個不同的假位置，分別放進3條不同的資訊管道。3個假位置不能只是隨口說說，必須彼此獨立，只要其中一個位置被碰，我就能知道消息是從哪一條管道流出去。另外2條管道各自拿到不同的位置，只有方玉明拿到第3個答案 B39C。我對他說的很簡單，我查到3年前原始箱沒有銷毀，後來被移到19C，我今晚會想辦法確認。我沒有說19C裡有什麼，也沒有保證自己真的看過，我只把我會去確認留給他，讓他自己決定要不要搶在我前面行動。他只說了一句別再冒險，表情沒有任何破綻。離開後，我直接去找梁山，他沒有問我是不是已經認定方玉明，只問你現在能證明什麼。梁山又問，如果今晚沒有人動19C呢？我回答，那就證明我的推論錯了。我回到證據本身，重新查這個測試，不需要任何人先相信我。我把91秒時間差和備用卡序號放到他面前，我能證明現在這套記錄不夠可信，也能證明有人替高階主管做過備用身份。我不要求你信我的推論，只要求先把底層資料封住。他答應的不是替我抓人，而是替資料作證，這正是我需要的。後面不管發生什麼都不能再只剩我和方玉明各說各話。梁山看完資料點了頭，門禁主機、制卡設備、電梯本地記錄今晚開始由審計封存。夜越深我越清楚這一局的代價。19C 如果一直安靜，我會失去最好的時間窗口，可有人來也只代表線索前進一步，不代表我能跳過後面的證明。陳彥洲接着對3套資料做雜湊留存，把當下版本固定下來，以後誰再改差異都會留下。設局完成後，我反而沒有事情可做。19C 是假的，櫃子裡不會有任何真正證據。今晚真正要回答的只有一個問題，一個只被我告訴方玉明的位置，會不會有人去打開？深夜 B3 的管理卡記錄跳出一筆新活動，一名外部保全承包商進了地下3層。我和審計端只看已經封存來源的即時記錄，沒有對外放任何警報。我要的是他自然完成自己的動作，不是被我們逼出一個可以解釋成誤會的反應。監控裡他沒有查看任何標籤，也沒有再走到停留，轉過2個櫃架後直接走向19C。那個位置只有我和方玉明談過。那一刻我沒有覺得鬆一口氣，相反的我更緊張了，因為只要他真的拉開19C，方玉明就會從最合理的懷疑往可驗證的資訊來源跨一步。承包商拉開櫃門，裡面只有一個空檔案盒以及審計小組事先放置的封存感應器。他停了不到2秒，立刻把櫃門推回去，轉身離開，整個過程沒有搜尋別處。19C 的封存感應器被觸發，管理卡留下進入記錄，監控則留下他沒有搜尋的路徑。3種來源描述的是同一個動作。我沒有追人，也沒有立刻打電話給方玉明。19C 能證明的是一件事，這個假位置確實沿着那條資訊線流了出去。更重要的是，來的人不是看我在做什麼，而是直奔一個他以為裝着0617原始資料的櫃子。所以我沒有在第一個盛典停下，要讓這件事站得住，還必須回答誰付錢給這個人，誰做了冒名卡，3年前又是誰替靈藥打開第一扇門。對方真正想處理的一直是那個原始箱，但我還不能只靠這一幕把方玉明鎖死，他完全可以說消息是別人轉述，承包商也是別人安排。第一個閉環已經有了，下一步我要把這個人的錢權線和3年前的那扇門全接到同一條線上。我先查那名承包商的付款來源，款項不是走安全部門，而是走營運廠辦公室控制的一筆專案預算。同一個預算科目裡3天前還有另一筆支出，高階主管緊急備用卡制作。這比任何一句口供都更有用。有人可以否認動機，也可以否認知情，但預算從哪裡出，哪個賬號簽過和不會因為會議裡換一種說法就改變。19C 的人和另一個江瑤第一次被同一條資源線連在一起。
我再把時間往前3年拉，0要在0617前的臨時進場申請最後一道籤和賬號也屬於方玉明當時的營運權限。3年前和現在原本像2個不同案件，直到同一套營運權限反覆出現，他一次把靈藥提前送進機房，一次替茂名與夜間行動提供資源。桌上慢慢排出一條完整時間線，事故前提前進場，事故後靈藥拿到長約3年後，公司準備高價收購靈藥，我阻擋估值，接着備用卡被做出來 19C， 又有人深夜闖入。我可以把方玉明是幕後者這句從簡報裡刪掉，董事會不需要先接受我的人物判斷，只需要看見每個已被驗證的事實，最後如何收斂。這裡沒有任何一張文件可以單獨宣布真相，可每一套獨立系統都把不同的一段行動接向同一個利益中心。這也是我前半段一直缺的東西，單一異常可以被解釋，2個異常可以說是巧合。當獨立來源一再指向同一個利益與權限中心，解釋空間才真正開始收縮。陳彥洲看着那排記錄說，這次不是異常項答案了，這是幾個互相獨立的結果，開始只能用同一套原因解釋。剩下那筆下載記錄是最後一個缺口，也是方玉明最有力的反擊點。他如果不能被技術上拆開，我就算指出他的線，也仍然背着自己的嫌疑。我把所有資料重新整理成董事會能一眼看懂的順序，不寫結論先行，只寫每一筆記錄能證明什麼，不能證明什麼。梁山要的不是一個好聽的故事，而是一條足以讓董事會立即終止表決保全資料的因果鏈。現在我已經有了，最後還剩最刺眼的一筆，凌晨2點17分用我賬號下載估值模型的那條記錄。只要那一筆還掛在我身上，方玉明就還能把整件事說成我和他互相指控。董事會臨時會議開始後，我沒有先說方玉明做了什麼，而是把所有資料按時間放上熒幕。我先讓所有人看到0617前一天的進場，再看到事故後的長約，接着才放出這3天的制卡與19C，順序很重要，因為每一段都必須回答上一段留下的問題。3年前靈藥在事故報警前已經進場，事故後他拿到長期合約，現在併購表決前我的備用身份被制作 19C 的假位置又被外部承包商精確追到。梁山沒有打斷，只問這些事情怎麼證明不是彼此無關。我沒有說所以他就是主謀，我只問了一句，如果這些都是彼此無關，為什麼3年前和現在需要動用的權限資源和受益方向會一直重疊？我把付款記錄、制卡序號和3年前的最終籤和賬號切到同一頁，因為他們使用的是同一個營運權限與資源來源，而且 19C 只存在於我單獨給方玉明的資訊裡。方玉明這句話不是胡攪蠻纏，只要我的賬號下載記錄還沒解釋，他就還能把整件事變成2名高階主管互相指控，讓董事會沒有立即下手的理由。會議室安靜下來，方玉明終於開口，你還是沒有解釋為什麼你的賬號會下載估值模型。這也是我等到現在才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陳彥洲把終端識別碼放大，那台機器屬於營運長辦公室管理的會議室，下載動作發生時，它的本地時間與中央伺服器正好維持前面出現過的91秒偏差。陳彥洲把已封存的會議室終端本地記錄調出來，旁邊並列中央伺服器時間，2條時間軸再次差了91秒。前面那91秒第一次救的只是我的調查方向，現在他回來直接拆掉最後一條扣在我身上的洩密證據。真正執行下載的設備不在我家，也不在我的筆電，而是營運長辦公室管理的一台會議室終端，中央時間被改過活動，卻被掛到了我的賬號時段。梁山宣讀處置時，我沒有看方玉明併購終止設備封存外部調查，這些結果比任何當場承認都重要。梁山當場要求終止靈藥併購表決，並封存營運長辦公室相關設備與付款資料。恢復權限不是故事的終點，真正完成的是門禁監控賬號下載。這3條最初看似一致的證據都被交叉來源一條條拆開，而設局本身也留下了可以被正式追查的路徑。方玉明沒有再爭辯，他被要求暫停職務，後續資料交由外部律師與獨立調查單位接手。
接着梁山看向我，對江瑤的泄密指控撤回權限可以恢復。我看着熒幕上那條曾經把我盯死的登入記錄，第一次沒有急着證明他錯了，因為現在整套能讓他變成證據的方式已經一起被攤在桌上。我洗清了自己，也讓那樁併購停了下來。至於0617的全部法律責任，從這一刻起必須交給正式調查去回答。方玉明停職後，韓啟峰因違規執行緊急制卡流程接受內部處分，也把相關操作記錄完整交了出來。陳彥洲則成了獨立稽核的技術證人。後續調查沒有交給我自己做，這一次我主動把界限留清楚，該由外部調查判定的法律責任就讓外部程序去做，我只處理公司接下來不能再重複的控制漏洞。梁山問我願不願意接手公司的內控重建，我沒有立刻答應，只把3個條件寫在他面前。第一，獨立稽核直接向董事會報告；第二，供應商利益關係公開；第三，高階主管的緊急權限必須另外留一份不能被內部單方面改寫的外部記錄。我提出3條，不是為了把每個人都當嫌疑人，而是要讓下一次有人動用緊急權限時，至少存在一個不由同一批人同時控制的驗證來源。梁山看完問這3條都要我點頭，少1條我就不接。以前我習慣把最重要的問題抓在自己手裡，因為我相信只要多看一層多驗一次就能降低風險。這一次我學到另一件事，真正可靠的制度不能靠某一個人永遠不犯錯。我最後還是留了下來，不是因為公司值得被原諒，而是因為我不想再讓任何人的清白只靠一套少數人能改時間改身份再拿來作證的系統決定。我也沒有再把陳彥洲當成單純的技術工具，是他一次次把我的推論拉回證據邊界，才讓最後那條鏈經得起別人重新驗證。陳彥洲把那張冒用我的備用卡放進證物袋，忽然問：“你第一次看到監控裡那個人真的沒怕？”有我看着袋子裡那張寫着我名字的卡停了一下，但我更怕的是，如果我只忙着證明他不是，我就永遠看不到真正需要我去看的是誰。